一位42岁的都市白领，身材标准，血压从不超标，甚至每天坚持早起散步半小时。然而，在一次单位组织的例行体检中，他的糖化血红蛋白数值竟然高达 8.1%。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他已经越过了2型糖尿病的确诊门槛。这位女士坐在检验科门口，手里攥着那张报告单，脑子里一片空白。她想不明白，自己既不胖，也没有家族病史，平时连奶茶都戒掉了，怎么就和糖尿病扯上了关系？在大多数人的固有印象里，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专利，是长期大吃大喝、不运动、体重超标之后才会找上门的麻烦。甚至有人觉得，只要每天量一次血压，数字正常就万事大吉。说实话，这种过时的认知正在让越来越多看起来很健康的人悄悄走进高血压的陷阱，却浑然不觉。今天我将带大家彻底拆解那些隐藏在日常生活里的血压危机，揭开那些被我们忽视已久的升压开关。如果你关注身体健康，想把真正有用的知识带回家，请现在就点击订阅，开启小铃铛提醒，每一期都是能用上的干货，一条都不要错过。刚才说到的这位李女士，在确诊之前，唯一的异常感受就是偶尔头部发沉，脖子有点僵。她以为是颈椎问题，买了颈椎枕，贴了膏药，从来没有想过去量一次血压。直到体检当天，护士连量了3次，每次都超标，才把她吓到了。李女士的经历，在都市职场人群里绝对不是个例。很多人以为高血压会有明显的预兆，比如剧烈头痛、眼前发黑、心跳加速。但事实上，高血压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外号，叫做沉默的杀手。它可以在你毫无感觉的情况下，悄悄侵蚀你的血管壁、心脏和肾脏，少则几年，多则10几年，直到某一天突然以脑梗或者心肌梗死的方式，猛地出现在你面前。大众普遍认为，高血压是胖子的病，只要体重正常，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但其实，血压和体重之间的关系远没有那么直接。医学上有一种情况叫做隐性高血压，指的是患者在诊室里量血压完全正常，但在家里或者工作时却长期偏高。这类人的外表看起来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体型正常，不肥胖，日常饮食也还算规律，但他们的动脉血管壁却在长期的压力冲击下，已经悄悄变硬、变厚了。用一个具体的比喻来理解，我们的血管就像是家里的自来水管道，正常情况下，水压稳定，管道内壁光滑，水流顺畅。但如果长期承受过高的水压，管道内壁会逐渐产生细小的裂纹，身体为了修补这些裂纹，会不断往裂缝里填色胆固醇和钙质，久而久之，管道内腔越来越窄，需要更大的压力才能把血液推送出去，血压就这样在一个恶性循环里越来越高。更危险的是，这种血管变化在早期完全没有任何外在表现，等到你终于感受到头痛、胸闷或者视力模糊的时候，血管壁的损伤往往已经积累了多年。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不胖、不抽烟、不喝酒，就觉得高血压和自己无关。真正的威胁往往藏在我们最不设防的角落里。除了看起来健康就没问题这个认知误区，另一个被无数人踩进去的陷阱，藏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38岁的王先生是一名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因为工作性质，他长期对自己的外表和健康状态有很高的要求。他戒掉了红肉，改吃鱼和豆腐，把白米饭换成了杂粮饭，每天晚上回家还会喝一碗自己精心熬制的骨头汤。他觉得自己的饮食已经相当科学了。但在他40岁的那次体检里，血压出现了持续偏高。心内科医生在问诊时，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平时吃盐多吗？王先生摇摇头，说自己口味清淡。医生再问，那骨头汤你每天喝多少？这一问让王先生愣在了原地。坦白说，骨头汤是很多中国家庭餐桌上的健康代表。老人会说这是补钙的，是滋补的，是强身健体的。但从控制血压的角度来看，骨头汤其实是一颗裹着营养外衣的隐形炸弹。首先，骨头汤里的钙含量极其有限，真正溶解在汤里的钙，还不如一杯牛奶的零头。汤里含量最高的是大量的饱和脂肪、嘌呤，以及在长时间熬煮过程中析出的钠离子。一碗浓郁的骨头汤，钠含量可能相当于一整天推荐摄入量的1/3甚至1半。钠和血压之间的关系
可以用一个非常直观的比喻来理解，我们的血管里流动的血液就像是有固定浓度的盐水，当我们摄入过多的钠，血液里的钠浓度升高，身体为了维持内部平衡，会强制从组织细胞里抽取更多的水分，加入到血液里进行稀释。这就像是在一根固定粗细的水管里，硬生生多塞进去了更多的水，管道里的压力自然就上去了。血管壁持续承受这种超额压力，长此以往，弹性会逐渐丧失，血压就会从阶段性偏高变成持续性高血压。更难防的是，高钠食物并不只是我们能尝到咸味的那些东西，很多食物的钠含量高得惊人，但味道上完全感觉不出来。比如面包、饼干、酱油、蚝油、豆腐乳、腐竹，还有那些超市里卖的各种健康即食食品。一片看起来很普通的全麦吐司，钠含量可能和一小勺盐相差无几。很多人努力做到了少放盐，但却在这些隐性高钠食物上把减下来的钠全部吃了回去，甚至更多。所以控制血压的饮食策略绝不只是少放盐那么简单，而是要从源头上重新审视每一种食物的真实成分。不只是这一点，长期高钠饮食还会加重肾脏的过滤负担，诱发蛋白尿，引发肾功能损伤，最终形成高血压和肾病互相催化，彼此加重的恶性循环。所以千万不要把骨头汤、腌制品和各类加工食品当成日常的健康饮食。说完了饮食里的陷阱，我们来聊一个更隐蔽、更容易被忽视的血压推手。它不在你的碗里，也不在你的烟盒里，它藏在你每天的情绪和神经里。32岁的程序员赵先生，不抽烟，不喝酒，每周还会去健身房报到2次。按照大众的理解，他应该是个血压非常健康的人。但他的内科医生在连续追踪了他半年的血压数据之后，发现了一个规律：每逢项目上线前的那2周，赵先生的血压都会明显飙升，最高时收缩压接近150毫米汞柱。而项目结束，他放松下来之后，血压又会慢慢回落到正常范围。怎么说呢？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情绪性高血压，或者叫做压力性血压波动。在现代社会里，这类情况极其普遍，却很少被人认真对待。很多人觉得压力大不就是心情不好吗？和血压有什么直接关系？但从神经内分泌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直接，也非常强烈。当我们处于紧张、焦虑或者愤怒的状态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立刻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向全身发出紧急信号。肾上腺收到信号后，会迅速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些应激激素的作用是让心脏跳得更快、更有力，同时让全身的血管迅速收缩，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更多的氧气和能量输送到肌肉和大脑。用一个比喻来说，这就像是在原本平静流淌的水管里，突然打开了一个高压泵，水压瞬间暴涨。对于原始人来说，这种设计是救命的，它帮助我们在遇到危险时迅速做出反应。但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套系统每天都在被各种工作压力、人际摩擦和焦虑情绪反复激活。我们的身体根本无法区分被老虎追赶和被老板催交方案这2种威胁之间的区别，它只知道主人感到了危险，必须全力备战。长期处于这种高度警觉状态，血管壁持续承受比正常情况高出许多的压力冲击，弹性蛋白和胶原蛋白会逐渐分解，血管越来越僵硬，越来越脆弱，血压也就在这种反复冲击中，一点点的从偶尔偏高变成了稳定的高血压。不只是这一点，长期的心理压力还会扰乱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正常工作，这是人体内调节血压的核心系统之一。一旦这套系统被长期的压力信号所干扰，即使没有任何饮食问题，也没有家族遗传史，血压也会在这种持续的神经内分泌紊乱中渐渐失去控制。研究表明，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职场人群，患高血压的概率比压力水平正常的人群高出将近35%。所以，千万不要把情绪问题和血压问题分开来看，它们本质上是同一件事的2个面。与情绪压力紧密相连的是另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血压杀手——睡眠的质量和时长。很多人知道睡眠不足会让人第2天精神萎靡，却不知道每天少睡几个小时对心血管系统造成的损伤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远。人体在深度睡眠阶段，
血压会自然下降大约10%到20%。这个规律性的夜间血压估值对血管壁来说是一段极其宝贵的修复和休息时间。如果一个人长期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极差，这段修复时间就会被大幅压缩，血管壁无法得到充分的休息，累积损伤会越来越多。医学研究跟踪了大量睡眠时间不足6小时的成年人，结果发现，这个群体出现高血压的风险比睡眠充足者高出将近40%。而且睡眠不足还会引发连锁反应，缺乏睡眠会让皮质醇水平在白天持续偏高，皮质醇会促进钠潴留，钠潴留直接推高血压。同时，睡眠不足还会激活食欲调节中枢的紊乱，让人对高盐、高油、高热量的食物产生更强烈的渴望。你在熬夜之后想吃泡面或者薯片，并不只是因为嘴馋，而是因为你的大脑在睡眠剥夺的状态下已经失去了对食物选择的理性控制。这些看起来互不相关的现象，背后其实是一条完整的病理链条，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结果：血压持续偏高，心血管系统加速老化。所以千万不要把熬夜当成一种可以随意动用的资源，每一个被挤掉的睡眠小时，都在以你看不见的方式，悄悄折损你的血管寿命。面对这些隐藏在日常生活里的血压陷阱，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真正把血压拉回到安全的轨道上？很多人在得知自己血压偏高之后，第一反应是去医院开降压药，或者开始极端限盐，戒掉一切好吃的东西。但如果不从底层逻辑上理解血压是怎么失控的，那这些应对方式充其量只是在给破掉的水管打补丁，而没有从根源上把管道的问题修好。理解高血压，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一个概念：血管弹性。健康的血管壁是有弹性的，它能够随着心脏跳动的节律，自如地收缩和舒张，像一根有韧性的橡皮管一样，缓冲和吸收血流对管壁的冲击力。但是当血管壁因为长期的高钠饮食、持续的压力刺激、慢性炎症或者睡眠不足，而逐渐失去弹性，变得僵硬之后，同样的心脏输出量就会产生更高的管道压力，就像把同样的水流从一根弹性的橡皮管换成了一根硬质的铁管，里面的压力会显著提升。所以高血压的本质不只是心脏跳得太用力，更是血管壁太过僵硬。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重新激活血管壁的弹性，让它恢复原有的缓冲功能。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叫做给血管重置弹性。重置的第一步是饮食节律重置法。这个方法不需要你彻底改变吃什么，只需要你改变2件事。第一是在烹饪时用香料替代盐来提味。很多人不知道，黑胡椒、迷迭香、姜黄、柠檬汁、大蒜这些天然香料能够在不增加任何钠负担的前提下，让食物的味道变得非常丰富。尤其是大蒜，其中含有一种叫做大蒜素的活性成分。研究证实，大蒜素能够直接作用于血管平滑肌，促进一氧化氮的释放。而一氧化氮是人体内最强效的天然血管舒张剂之一。第二是在每天的饮食结构里加入富含钾和镁的食物，比如菠菜、香蕉、牛油果、南瓜子和黑豆。钾和镁是钠的天然拮抗剂，它们能帮助肾脏更快速地排出多余的钠，同时帮助血管壁保持平滑期的正常放松状态。具体操作是，每餐先用一种香料类食材烹饪，然后在餐盘里加入至少一种富含钾镁的蔬菜或坚果，最后有意识地减少酱油、蚝油等调味料的用量，用半个柠檬的汁液来代替。研究表明，坚持这种饮食调整方式满8周，收缩压平均可以下降6到10毫米汞柱。对于血压处于临界状态的人来说，这个幅度可能就是把你从需要服药的边缘拉回到安全区间的关键距离。重置的第2步是呼吸节律校准法。听起来很玄，但背后有非常扎实的生理依据。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2个分支。交感神经负责激活战斗或逃跑模式，会升高血压，加快心跳；副交感神经负责激活休息和修复模式，能降低血压，减缓心跳。现代人的问题是，由于长期处于工作压力和信息焦虑之中，交感神经几乎全天处于过度激活的状态，而副交感神经却长期被压制，无法发挥它的平衡作用。有一种方法被证实能够快速、有效地激活副交感神经，叫做4-7-8呼吸法。
具体操作是用鼻子缓慢吸气，数4拍，然后屏住呼吸，数7拍，最后用嘴缓慢呼出，数8拍，这样算一个完整的循环。每天在清晨起床后呼，夜晚入睡前，各做4到6个循环。这个呼吸节律能够直接刺激迷走神经。迷走神经是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核心干线，它的激活能够在几分钟内降低肾上腺素水平，让血管平滑肌进入放松状态，血压会随之出现可测量的下降。实验显示，持续进行4周的每日呼吸训练，参与者的静息血压平均下降了8毫米汞柱，而且这种效果在停止练习后仍然能维持相当一段时间，因为它重塑的是自主神经系统的基础调节模式，而不只是临时的数字变化。对于那些没有时间做大量运动，或者不适合剧烈运动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几乎零成本、随时随地都能实施的血压管理工具。重置的第3步是睡眠窗口固定法。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睡眠对血压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深层次的，但很多人对改善睡眠的理解停留在多喝牛奶或者睡前泡脚这个层面。这些方法不是没有用，但它们触及的都是表层。真正对血压有显著改善效果的睡眠干预，核心在于固定你的睡眠窗口。研究发现，人体的昼夜节律系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生物钟，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比睡眠时长更加根本。一个每天在不同时间睡觉、不同时间起床的人，即使总睡眠时间看起来足够，血压的夜间下降幅度也会比规律作息的人小得多。具体操作是，选定一个固定的入睡时间和起床时间，每天误差不超过30分钟，包括周末。在入睡前1个小时，把手机和电脑屏幕的亮度调到最低，或者直接放下屏幕，让大脑从蓝光的刺激里缓慢退出。在起床后30分钟内，暴露在自然光或者明亮的室内光照下至少10分钟，这有助于重新锚定昼夜节律的起点。研究证实，规律的睡眠窗口能够在4周内显著恢复血压的夜间下降节律，让心血管系统获得更充分的夜间修复，从而逐渐降低基础血压水平。对于长期睡眠紊乱的人来说，光是固定作息这一件事，就可能比任何保健品都更有实质性的效果。说到底，高血压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问题，也不是一颗药片就能根治的单一病灶，它是我们的身体在长期承受着不合理的饮食负担、情绪压力和生活节律紊乱之后，发出的一个沉默而持久的警报。我们很多人在听到这个警报之后，选择的方式是把警报器关掉，然后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这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指示灯亮了，我们的应对方式不是去检查发动机，而是把仪表盘的灯泡拔掉，让自己眼不见心不烦。这不是在解决问题，这是在加速问题走向不可逆转的终点。但换一个角度来看，高血压的可怕在于它的漫长积累过程里，给了我们无数次调整的机会。它不像某些急性疾病那样突然毫无预兆地把人击倒，它给了我们时间，给了我们信号，让我们有机会在它真正酿成大祸之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重新和自己的身体建立一种更加诚实、更加尊重的关系。控制血压这件事不应该是一种惩罚，不应该让人觉得是从此与一切美好的事物告别，它更应该是一次邀请我们重新学会吃饭，重新学会休息，重新学会感受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把它们全部压进一个永远不会被打开的盒子里，直到盒子再也承受不住的那一天。希望从今天开始，我们都能把给血管减负这件事作为日常生活里一个具体可操作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遥远的健康目标。每一餐少一点盐，多一点香料，每一天多几分钟真正的放松，每一个夜晚早一点放下手机，让大脑有机会从噪音里安静下来。这些细小的改变加在一起，就是你的血管恢复弹性，你的心脏减轻负担，你的生命质量重新找回掌控感的那一条路。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对血压有了新的认识，觉得对身边某个人有用，请把这期视频转发给他们。也许你的这一个小小的动作，能够帮某个人提前避开一场原本可以不必发生的危机。欢迎在评论区留下血管要弹性5个字，作为我们一起重新认识自己身体的开始。也请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我们在这条路上一起走得更稳，也更长远。祝你血压平稳，
身体有力，生活里处处都是从容。